OK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阿树。钱江250 mini 能不能作为新手入门的第一辆仿赛？先说结论，可以，没问题。OK， 首先那个外观的话，350 mini 的颜值我觉得是挺好看的，因为它看过去很饱满。车身比较低，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离地间隙的话很少，非常少。离地间隙其实过一些那种台阶啊、下坡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刮到底。没办法，为了这个比较低矮的这个坐高，所以牺牲了一定的这个通过性啊。我发现这个摩托车降低了以后，这个整个的姿态还是挺好看的。因为在汽车圈的话，有一句话叫一低遮百丑啊，基本上先把车身降低，然后那个看着很低趴的感觉。这个也有那种感觉，它跟别的仿赛比的话，就是因为整个车身那个前面这一块都很饱满，看到吧？它的前面这个整个外壳包着的，然后油箱的尺寸就正常，但是外面这一块看着会宽一点，然后再低一点，车头也没有很小，所以整体看过去的这个一体性很好。然后给了一个金色的避震，它这个金色的避震加上这个发动机的这个盖子的颜色也挺好看的，看着稍微有一些质感吧，只能这么说啊。OK， CR50 mini 的坐高是760，就比较低，然后车重159公斤，很轻，非常轻。其实现在女孩子身高也挺高的呀，而且大部分同身高的女孩子的腿长应该会比男孩子还要长一些。我骑这款车的话，我觉得是小了一些啊。本人身高是1.77米，我来坐上给大家感受一下。先看一下这个仪表，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便宜的仪表，有这个温度、油量、转速表在这儿，然后时速在这儿，里程在这儿，时间在这儿，啊，没有什么设置菜单这些东西没有。然后这边有一个，哎，这个是进入的菜单，难道没有用吗？哦，那这个菜单是没有用的，看来，好吧，它就按键保留了。摁这个下面的话，你可以切换这个小计里程，啊，看到吧？这是总里程。车辆是有 ABS 的。其他按键的话都是正常的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这是一款22年的CR50 mini， 对，这是我双腿基本上是弯曲的，很弯了。车重很轻，这款 mini 是一款单缸车，我们来感受一下它的声音，还是钱江的那种，有一种煮水声吧。钱江的这个单缸的声浪，在单缸里面绝对不算差，好吧？我刚刚骑过来的时候，我可以跟你说一下，它的震动感不是很强。它基本上在万转的时候，然后坐垫啊、脚踏开始会震，但我骑这款车的时候，我也不会拉那么高的转速的，好吧？我们先感受一下，先松离合不给油，看一下这个车出去的感觉。一档纯怠速，它没有一喘一喘往前那种一顿一顿的感觉啊。我们轻轻的给油。看，一档的这个低扭还是够的。就你甚至还可以让它稍微动力翘点头。3档可以拉到90多，待会看一下1、2档的这个极速分别是多少。OK， 骑行姿势的话，它的坐垫我感觉还挺软和的，没有很硬，屁股在上面的感觉挺舒适的啊。手把就是一个很标准仿赛的这么一个设定，很舒服，很高啊，它没有那个比较往下趴的那种感觉。哎，这个坐垫真的挺软的，你看，很软吧？后座不软，但这个很软。OK， 我来看一下它2档极速是多少。2
2档能拉到68， 3档93，这么一个数据。4档破100。我对这辆车挺意外的，它身为一个单缸车，它给到我的震动感受并不强，特别是现在这样，哦，纯怠速过来，你看，还挺稳的，你别说。这个空档挺好找的，我个人觉得钱江的空档是算好找的，就是我骑了很多品牌的不同的车嘛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江的空档算是好找的，没有很难，比较难找的应该是春风的那个空档。马上再看一下1档的极速啊，等这个红绿灯。44，68，看它这个怠速下来的感觉啊，我点后刹，速度更慢一点，就缓缓的滑行到红灯处。正常的大部分单缸车其实这个低速的时候喘动会非常的厉害，这个不会，还可以维持在15、16的这个时速，用3档的怠速跑。其实这个车刚刚我试了一下，6档它的怠速也不错，就是对于换挡逻辑来说要求没有很高，这个挺意外的。有一些朋友如果骑过单缸车的话，应该知道的。我们来给它升到一个比较高的那个档位啊，5档吧。这个车在4000转往后，这个区间就4000到5000以内，这个震动感非常低，很低，在我骑过的单缸车里面也算很低的。整体来讲还是挺舒适的。OK， 然后这回我来松油，我们用怠速跑，你听这个声音，听发动机运行的声音。声音很小，然后开始到这会开始顿，这个没办法，它单缸给点离合，然后降个档。OK， 还是5档滑行到红绿灯那边，应该是可以在降到20多都不用降档，车才会喘。开始喘了，再降个档。18开始喘，再降个档。看到吧？它整个这个档位，在你松油那一下给到你的反应，发动机制动没有很难受。共振会在6000转以后开始爆发。